都能大逃杀，成功解绑，赵露思前排全是唯粉，吴磊新剧 CP 满满。地心引力和五路灿托绝对是最近一段时间最火的两对 CP 粉的表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粉丝。在之前的微博之夜活动中，两位 CP 粉都希望他们能够合体，最后地心引力合体了，被安排坐在同一排，场面还很逗。但五路客合体失败了，因为赵露思的一些私事，还有最终没能参加这次活动。近日，赵露思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最新动态，她的新剧即将结束。评论区前排几乎全是赵露思的唯一粉丝，几乎没有五路逃脱的 CP 粉。目前吴磊和周雨彤的新剧也在热播中，姐弟恋的 CP 感也很强。群星璀璨，开播的时候，吴磊和赵露思的 CP 粉非常热情，为节目出了不少力，因为两人的私下互动也非常甜蜜。这部剧的火爆程度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效果。两人合作之后，无论是这部剧还是两位主演都火了一把。不过这期间也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比较严重的是两人的骑马戏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，粉丝也有分歧。现在的五路残盾也算是解套成功了。赵露思的新剧还在拍摄中，热度一直都很高，估计要为下一部准备大结局了。除了现在的古装剧，赵露思还出演了一部现代剧。这部剧是根据流行小说翻拍的，在拍摄的过程中火了一把。后续赵露思会和很多演员合作，在拍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适当的捆绑营销和互动，也会吸引新的 CP 粉。目前吴磊和周雨彤的就是爱情而已，正在热播中。这部剧在开播前的热度就非常高，是一部上过央视的现代剧。吴磊在这部剧中的突破还是很大的。作为新生代演员，吴磊素颜出演该剧，他扮演的是运动员，他刻画的状态更加真实，所以作品播出后口碑一直都很好。星光灿烂播出时，吴磊在评论区的前排几乎全是 CP 粉，而吴磊在为其他剧做宣传时，更是引发了 CP 粉的争议。在新剧中，吴磊和周雨彤的 CP 感也非常强，两人在现实中有着一定的年龄差距，在剧中也是兄妹情的设定。运动员与职业女性在相处过程中互相治愈，展开一段姐弟恋。这几年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，现代剧相比古装剧给艺人的红利不多，能够出圈的概率比较低，所以很多艺人都会想拍古装戏剧。赵露思的出道时间并不算长，她之前是网红，后来转型做演员。她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吴磊不仅是一位专业出身的演员，还是一位童星。这些年，他也和很多娱乐圈的优秀前辈合作过。但与一些当红男艺人相比，吴磊的流量并不算太高，未来需要适当调整自己的发展规划。希望未来两位艺术家能够为大家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。看吴磊谈恋爱，为何高高在上？爱是唯一一开播，宋三川、吴磊氏和梁佑安、周雨彤氏的故事就呈现出耳目一新的氛围。男女主一上来就没有撒工业糖精，而是分别在赛场和职场打拼，遇到各自的困难后，他们才开始并肩作战。这部剧首先被讨论的不是剧情有多甜，而是里面对真实职场的描写，让观众找到了共鸣。上班就是这个样子。身为总裁特别助理的梁佑安，看似高高在上，实则是一个填坑、处处背锅的工具人。工作上专业强势的他，下班后接到上司的电话也会焦躁易怒，但还是要赶紧收拾情绪，进入待命状态。他没有高跟鞋和大红唇职场骨气的加持，但那份努力让他更有魅力。羽毛球选手宋三川在队内并非一帆风顺，他是一名能力出色的球员，但他有一个心魔，这让他不仅输掉了比赛，还遭遇了队友的排斥。运动生涯会有低谷，但如何保持向上的心态，不被击倒，才是他的成长命题。他有着青春的荷尔蒙，但不是耍帅，而是真实运动场上的刺激所带来的活力。所以就是爱这个标签并不是姐弟恋那么简单，也不是一个狗姐 CP 就能概括的。
它更像是一部偶像与现实之间的人生剧，既有与爱情有关的美好与想象，也有现实中的羽毛，最终给生活在焦虑中的都市人一份自救的指南。这是一个32岁的女人和22岁的男人的爱情故事，也是两个人重新开始生活的故事。毕竟，爱就是一切，这意味着爱不是一切。所谓姐弟恋，无非是数字上的差异，但真正吸引观众的是两个人相互扶持、相互成就的感情，与真实年龄无关。都是爱的故事并不复杂，开篇并没有急于冲上姐弟恋的主题，而是以32岁的梁又安为中心，一点一点勾勒出故事的轮廓。在这个宽广的框架下，剧情涵盖了职场人面临的现实问题，以及30多岁的女性面临的各种情况。比如梁又安在剧中就患上了巧克力囊肿，引发了网络热议。太多患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，更多人关注女性健康。在这个缓缓展开的故事中，22岁的宋三川慢慢出现在了梁又安的世界里，并逐渐走到了一起。换句话说，都是爱。故事开头的重点不是姐弟恋，而是交代主人公在年龄、观念、经历上的差异，让两个角色各自为政。主体确立了，故事的逻辑链条就会顺理成章，感情戏也会得到更好的推进。剧集开头的大部分笔墨都是在描写一个32岁的单身女性在职场上所面临的困境，也没有把梁又安塑造成一个被婚姻抛弃的职业女性，而是表现出她是一个和你身边的你我他一样，因工作而陷入困境的打工者。听上去，她是伊素体育营销总监蒋捷、朱永腾氏的特别助理。她外表光鲜亮丽，其实是一台24小时工作的机器。虽然工作能力出众，深得上司信任，但这份信任既是奖赏，也是枷锁。她不能独立领导项目，和她同时进公司的人靠着一个接一个的项目已经站稳了脚跟，但她却始终无法站在别人面前像她老板的影子。即使她想跳槽，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位，因为她没有独立领导过一个项目。最糟糕的是，这份工作对她的生活毫无限制，压得她原本打算领养一只狗，但狗主人被她的工作节奏吓倒了，担心她照顾不好宠物，一味的工作并拒绝收养她。就这样，她被上司接二连三的喂、泼，一次次错失发展和事业成长的机会。梁又安辞去导演特别助理一职后，险些落入新的圈套。前任老板让她接管的网球俱乐部一团糟，入不敷出。当他以俱乐部经理的身份回到办公室寻找财务审批预算时，他才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茶歇。豆瓣上有观众留言：30岁的女性在职场上尴尬而娇嫩，既不像新人那么年轻，也不像男人那么稳重，也随时面临结婚生子的选择。很多女性虽然有能力，但没有带头项目的经验，换工作没有勇气重新来过。梁又安是真实存在的。相比之下，宋三川的经历就多了几分偶像剧的味道。作为一名天才球员，他的障碍来自于他的母亲。从小打羽毛球的压力，加上母亲患绝症离去，都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不过，吴磊全程素颜出镜，真实的运动身材，让这个看似悬空的部分多了几分接地气。剧情方面，他并没有着重刻画自己的帅气，而是把更多的情节放在了人物身上。比如他对女性的尊重，对女主的细心和体面，不仅能打直球，而且还很饱满。分寸是两个人在交往之初的舒适距离，也正是这样的关系，才让两个人的关系显得更加的合理。尤其是在梁又安接手网球俱乐部，宋三川决定弃于改网之后，同为僧人的两人在迷茫之后开始重拾勇气，开始在网球场上并肩作战。事业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势均力敌才能携手前行。这也让姐弟恋感情线的发展顺理成章。都是爱，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节奏并不快。在梁又安和宋三川的姐弟恋开始之前，所有的剧情都在铺垫两个人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，所以我们看到了两个人生阶段的呈现，一个是22岁运动员的困境，一个是32岁女人的困境，都是独立的个体，谁都不是对方的陪衬。与现实感很深的梁又安的事业线相比，22岁的宋三川的事业线主要以体育故事为主。
这是一个典型的天才少年追梦、跌落尘埃、浴火重生的传奇故事，带着淡淡的理想主义色彩。燃烧一定是这句台词的主基调。在认识梁又安之前，宋三川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，但他最喜欢的运动却是网球。他的妈妈原本是一名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，却在爱上了队里的队友后怀孕了。生完宋三川后，他就再也回不了羽毛球场了。他将自己的梦想坚定地传承给了小宋三川，每场比赛都不放过他，对待他的态度也很严格。可就在宋三川和对手拿下18分的比赛中，为了隐瞒病情，他突然消失了。宋三川和喜欢妈妈的男人安聪、涂松岩氏相依为命，在肿瘤医院附近的一条小街上开了一家假发店。狭小的空间，狭小的上下楼梯，这就是宋三川居住的家。22岁的宋三川和32岁的梁又安的世界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地方由各种个体商店、来来往往的居民和穿着校服的中学生组成，这也是宋三川这个角色的现实基础。宋三川年轻的生命是由迷茫、痛苦和梦想组成的。他曾是羽毛球赛场上闪耀的天才少年，但母亲离去的真相让他难以突破18分的魔咒。直到遇到梁又安，无条件相信他的专业能力，站在计分牌前挡住18这个数字后，男女主的感情才渐渐加速。梁又安不仅解开了自己在羽毛球上的心结，也让他正式定下了对运动的真心。22岁的他勇敢地从鱼改网，一切从零开始。这一次，他不再继续为母亲书写完美的冠军故事，而是书写了自己的人生。不过是爱情中宋三川的故事，在基调上抓住了燃与真之间的平衡。从天才的教育环境、天才陨落后的排斥，到天才为打破心结转投网络的挣扎，宋三川的迷茫与勇气逐渐让观众信服。无论是周雨彤还是吴磊对角色的诠释都非常自然，这也是现阶段故事的一个很好的部分。布局自然流畅，他告诉观众，这不是一个姐弟恋的爱情故事，而是两个生命相遇融合的过程。近年来，姐弟恋的题材不断涌现，姐弟恋及姐姐和小奶狗也成为当下的热门词汇。国产剧中姐弟恋的赛道已经人山人海，但褒贬不一，似乎还在慢慢寻找合适的方向。在日剧中，这一题材已经体现了其背后的价值。2014年热播的日剧《今天不上班》，30岁的花孝清和21岁的田野仓的爱情故事吸引了众多观众。剧中主人公亲友对这段恋情的不以为然态度，折射出当时日本社会对姐弟恋态度的转变，以及女性社会地位逐渐提高的现象。可见，姐弟恋的题材首先是女性题材，至少要了解女性的困境，了解这个年龄段女性的特点，她们的经历，她们的生活经历。是爱描绘了梁又安与宋三川的感情，让大众清晰地看到了一个32岁成熟女性的思维方式和完全自洽的价值逻辑链。她隐藏的戏剧冲突是一个32岁的女人如何逐渐爱上一个22岁的男人，或者说，弟弟吸引姐姐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？答案可能与年龄无关。剧中，在这段感情的开始，梁又安并没有爱上宋三川，他对他的关注首先来自于工作。马拉松期间，他帮宋三川解围，并没有扣他的兼职工资，这是工作范围的缘故。紧接着，在潜力犬项目中，梁又安对宋三川的关心，也是因为一个对公司有帮助的体育神童的关注。所以面对宋三川的帅气，他说20岁的时候肯定会心动，30岁的他就不会了。他的确是被宋三川打动了，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业。一个有趣的情节是，宋三川在停车场向梁又安告白时说，离开羽毛球队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。梁又安像一道曙光一样进来，他想站在一旁他的身边直立，还说出了零封对手这样20岁少年的豪言壮语。但是梁又安很平静，他说打球、赢对手、拿冠军都是为了自己，别把这些都挂在我身上，我养不起别人的命。她不再是青春期的小姑娘了，在职场打拼多年，爱情在她30岁的人生主题中很重要，但又不是那么重要。生活、
工作和他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梁又安喜欢上宋三川的过程，是因为对方一次又一次的逆境，完成了做你的底气的事情，比如反击梁又安小高，在失败的男人面前维护梁又安上法庭等。在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中，两人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关系，而不是单方面依赖，向一方索要的关系。这是一个成年人历尽千帆依旧相信爱情的故事，也是一场爽朗洒脱的爱情不是一切，每个人都有完整的人生。在只是爱中，女性故事的思考是当下的；而在今天不上班中，秦诗华笑称闺蜜当初反对姐弟恋，你们都30岁了，和他分手另找人是上策。剧中梁又安的女友罗念、江佩瑶是力挺，正是因为他们高度认同并知道自己的自我价值。在这部剧中，除了梁又安之外，不过是爱情，还展现了另外2位姐妹的故事，补充了另外2位中年女性的样本，呈现了这个年龄段女性的困境。一个是最好的朋友罗念，她带着孩子离异前夫冷落了她3年，后来又来争夺孩子的抚养权，呈现了一个离异妈妈带着孩子打工养育的生活。另一个是江姐的妻子陈可、郭可玉是这对外人羡慕的模范夫妻，细看也能看出丈夫对家庭和外遇的不关心，妻子为维护自身权益，最终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离婚。这些都是特定的女性困境和叙事，在这部剧中，她们以合理的位置和节奏呈现出来。当然，就是爱而已，有很多完善和 bug， 但不惧未来勇于扫清过去，勇往直前，也起到了治愈的作用。